朋友們，今天的節目重磅新聞，咱們先聊。節目的後半部分將是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這是屬於老 K 自己的百曉生兵器譜時間。那麼感謝大家的點讚和熱推，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今天首先最大的轉會新聞，羅德里即將加盟巴塞羅那，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最終固定轉會費6000萬歐元，總價7650萬歐元，這也已經非常接近曼城之前的要價8000萬歐元。兩家俱樂部已經達成原則性協議，這次大部分浮動獎金條款被認為都比較容易實現。而巴薩已經向羅德里提供了一份為期4年的合同，他過去和曼城的合約已經進入到最後12個月，並且沒有任何續約的意願，所以此前在最困難的時候，老 K 相信羅德里怎麼都能拿下。而且這個價格，說實話，巴塞羅那還是賺到了。不僅是1年多以前的金球獎先生，而且這次世界杯大家都看到了，世界杯冠軍西班牙隊裡面，羅德里的作用實在太大。那麼接下來，巴薩球迷就可以好好期待今年衝擊一下歐冠冠軍。現在巴薩很有信心，讓羅德里周3就在諾坎普亮相。到時候，巴塞羅那將在甘博杯中對陣埃及球隊開羅國民。這距離巴薩8月23日客場對陣埃爾切的聯賽首輪比賽僅剩4天。另外還有好消息，坎塞洛加盟巴薩的事已經 Here we go， 球員已經和利雅得新月就解約達成協議，已經獲得批准，下周初啟程前往巴塞羅那。而2個月前，坎塞洛就已經和巴薩談妥全部的個人條款，如今已經準備簽約。這是他第3次效力巴薩，可能會成為俱樂部歷史上非常特殊的記錄。過去巴薩曾有不少球員離隊後重新回歸，但大多只有2段效力的經歷。而坎塞洛第一次加盟巴薩是在23年9月，當時從曼城租借而來。可隨後30歲的坎塞洛以最終2500萬歐元的轉會費從曼城加盟利雅得新月，當時巴薩沒有條件能繼續留下他。而進入25到26賽季冬季轉會窗，坎塞洛獲得再次回歸巴薩的機會，這次依然是租借加盟。而現如今已經32歲的坎塞洛，終於能以正式球員身份加盟巴薩，有情人終成眷屬。好啦，德科大總監，謝謝你的工作。瘋狂的一周還得繼續，巴塞羅那還差個中鋒，還差個左腳中後衛，尤其是中鋒，老 K 堅決相信，就算小蜘蛛來不了，以德科的能力搞個性價比高的綽綽有餘啊。OK， 另一方面，一周以後，英超及5大聯賽都會陸續正式開啟。今天在社區盾杯，阿森納3比0擊敗曼城，獲得冠軍。卡拉菲奧里開場24秒就閃擊得手，隨後哈弗茨頭球再下一城。下半場，厄德高為球隊擴大比分。剛剛換了主教練的曼城，在新科英超冠軍阿森納的面前完全不夠看啊！一瞬間，曼城球迷心如死灰。原來過去隔壁曼聯失去弗格森的感覺就是這樣子的，少了瓜迪奧拉，少了羅德里。曼城在比賽中下了不止一個檔次，儘管邊上的馬雷斯卡也是光頭，猛一看還真的有點像瓜迪奧拉，但李鬼終究不是李逵。這一支新的曼城立刻讓阿森納的小隊長厄德高找到了感覺，酣暢淋漓，厄德高瞬間找回了3年前2023的巔峰狀態，看着在場上肉眼可見的放鬆感呀，拿到了英超冠軍，卸下了心里的包袱和擔子。於是阿森納新賽季是不是能看到那個曾經冠絕世界的天才厄德高小隊長呢？還有只有19歲，阿森納一直想賣掉的劉易斯·斯凱利，他改打後腰之後的表現真是讓人眼前一亮。但其實過去在青训的時候，斯凱利一直踢的就是后腰，只是到了一線隊一開始，阿爾特塔讓他打左後衛，但表現其實一般。他今天的直塞和持球向前推進，想一想，斯凱利如果在现在阿森納中場踢一個完整的主力賽季，那得成長成什麼樣子，得有多強？才只有19歲，卻隱隱約約已經有大師風範，感覺他拿球和處理真是好穩。另外，剛剛買來的錯利斯直接上演2個助攻，而且還有嘗試過人4次，關鍵傳球3次，攔截2次，被犯規2次，均為全場最高。第一場就能踢得這麼好，把大家都踢高興了。傳球和視野，錯利斯肯定高級貨。他踢得非常合理，處理球讓隊友很舒服。這季前賽最近場場不是助攻就是造點球，狀態屬實有點嚇人啊。還有今天進球的左後衛卡拉菲奧里，偉大的意大利左後衛，新賽季很可能競爭英超第一進攻型的左後衛。而阿森納能3比0大勝，第一功臣仍然是他們的門將拉亞。
當大家看到福登的那腳射門被大衛拉亞撲出去的時候，真的驚呆了。他高接低擋仍然是防線上最安心的一環，這樣的水平只能在世界杯冠軍西班牙打替補，屬實有些委屈啊。感覺西班牙上他一樣可以奪冠。還有今天踢了首發75分鐘的哈弗茨，本質上就是大場面先生，只要是決賽，哈弗茨專殺曼城。今天的陣型，哈弗茨打中鋒，左邊鋒錯利斯，右邊鋒馬杜埃凱，前腰位置厄德高，雙後腰吉馬良斯和斯凱利，兩個中後衛加布里埃爾和莫斯克拉，右邊本懷特，左邊卡拉菲奧里。替補席上坐着賴斯、薩卡、因卡皮耶、泽凱赖什、蘇比門迪，還有埃泽，甚至梅里諾和道曼都沒機會上場。哈哈，這狀態，上賽季跟阿森納爭冠軍的曼城，在阿爾特塔面前直接就矮了一頭，整體強度跌了一大截。現在看來，馬雷斯卡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特別是對切爾西的恩佐，1.4個億還要不要買？或者花個錢把瓜迪奧拉請回來？真感覺是百廢待興，整個球隊都不穩了。本賽季曼城想爭前4，難度也許非常大。而切爾西那邊，恩佐在昨天的季前賽3-1戰勝皇家社會，恩佐替補登場，帶上了隊長袖標，這有點表忠心的意思，但已經遭到了部分球迷的噓聲。不過現場也有更多的球迷在呼喊恩佐的名字。現在有傳聞，曼城仍然在和他的經紀人進行談判，並可能在轉會窗口的最後2周採取行動。曼城仍然相信，如果能以不同的價格達成協議，就有機會和切爾西談一談。好，日本門將鈴木彩艷方面，維拉隊將簽下他，初始轉會費3000萬歐元，最高總價3500萬，雙方將簽約5年。而維拉自己的大馬丁內斯已經收到了尤文圖斯的新報價，雙方對大馬丁的估值差距正在縮小。尤文願意最高支付1000萬歐元，其中包括700萬歐元初始費用和300萬歐元的附加條款。最近關於鈴木彩艷的事兒，有朋友覺得是他經紀人壞了事兒，讓他無緣加盟大巴黎。但其實在老 K 看來呀，鈴木彩艷的經紀人團隊之所以坐地起價，可能就是事先拿到了阿斯頓維拉的誠意。其實去大巴黎只圖個名，去了之後踢不上球，只能被租借，而且下賽季也拿不到打主力的承諾，那去他幹嘛？現在去阿斯頓維拉可以踢主力，這對球員的個人發展來說無疑更好。所以老 K 認為很可能是跟維拉已經談好了，才突然坐地起價，就是為了攪黃此前跟大巴黎的口頭承諾。好，關於切爾西邊鋒佩德羅內托，他同時得到了曼城和沙特利雅得新月隊的興趣，但目前曼城認為切爾西的要價過高，所以最可能仍然是去沙特俱樂部。切爾西現在給內托標了個高價，這讓關於他各種潛在的交易都變得更加困難，但他的速度、突破和能打多位置的屬性都是他的優勢。接下來還得拭目以待，看利雅得新月能不能如願簽約。另外，切爾西隊內還有中鋒尼古拉斯·雅克松。現在超級經紀人阿里巴拉特在過去幾天向巴塞羅那俱樂部提出了交易建議，巴薩能不能用7000萬歐元的價格從切爾西簽下雅克松呢？總監德科和阿里巴拉特的關係非常好，並且保持持續聯繫。現在巴薩俱樂部正在制定關於中鋒的候選名單，德科也在研究雅克松的交易，但也只能在阿爾瓦雷斯交易徹底失敗之後才可能考慮他。現在對雅克松、阿斯頓維拉、熱刺隊還有紐卡都表現出了具體的興趣，但經紀人巴拉特更希望他加盟最頂級的俱樂部。這件事情咱們拭目以待。另外，關於巴爾克拉，如果大巴黎繼續不降低對巴爾克拉的要價，那利物浦將在下周一向尤文圖斯提交一份針對伊爾迪茲的報價，價格很可能達到1億歐元。伊爾迪茲是尤文图斯的重要年輕資產，尤文會不會考慮放人呢？無疑會成為接下來的焦點。好，還有曼城隊的薩維尼奧沒有進入今天社區盾比賽的大名單，這是由於他的事兒。曼城正在跟熱刺隊談判，球員的轉會意願已經非常明確。好的，接下來輕鬆一下。在總裁 C 羅和喬治娜結婚以後， VAQ 雜誌發布了2個人婚禮的獨家畫面。8月11日，他們是在新家的客廳舉行了婚禮，正是在今年7月他們正式入住。這棟房子花了 C 羅7年的時間才能建成，所以喬治娜說這太完美了，所有關於7的數字都是一種徵兆。喬治娜說，小時候我夢想擁有一座最大的城堡，最大的一輛馬車，最長的婚紗，還有一頂鑲滿鑽石的王冠。但現在我想說，不，我想要一場私密的婚禮，和我的伴侶以及孩子們在家裡舉行。
因為城堡、房子、島嶼、馬匹、汽車，我們每天都可以擁有這些。但一場私密的婚禮對我們來說反而更加難得。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女主角喬治娜需要放棄鑽石。過去1年，她一直戴着一枚巨大的橢圓形鑽石訂婚戒指，尺寸甚至可能蓋過婚禮上的任何一個人。此外，她還準備佩戴蕭邦的卡拉哈里花園系列項鏈，中央鑲嵌一顆低色、無瑕疵級別、重達50克拉的明亮式切割鑽石。婚禮當天早晨 ，C 羅和喬治娜還在一起訓練，他們彼此深深相愛，這是一對非常有趣的組合。喬治娜通常負責主導談話，並且總是充滿感情的表達，而 C 羅雖然說着帶有明顯葡萄牙口音的西班牙語，卻總是隨時準備插上一句幽默的話。喬治娜說：“我們就決定在這裡的家裡客廳舉行婚禮，我們在那裡吃早餐、吃午餐和晚餐，也在那裡過着真實的生活。30年以後，我希望孩子們坐在這張桌子旁邊時，能夠想起爸爸媽媽的婚禮誓言就是在這裡發生的美好的事情。”這時候 C 羅突然發言：“可能不會是同一張桌子，我們可能會換裝修。”哈哈，喬治娜立刻不滿地看了他一眼：“你這該死的所謂的幽默。”在採訪中 ，C 羅表示：“這很可能是我職業生涯的最後1年，我希望留下一個令人驚嘆的傳奇。我的未來已經規劃好了，有太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所以很難只告訴你一件事兒。因為足球離開之後，可能會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你必須用各種不同的事情去填補，而不是只靠一件事兒，而且還要更加享受生活，多旅行、觀看和打皮克球。我非常喜歡這項運動，繼續享受我所獲得的一切，也就是我們共同獲得的一切。畢竟過去25年來，我們付出了很多犧牲。”婚後的 C 羅確診了利雅得勝利的揭幕戰，他獻身了包廂為球隊助威。最近他歸隊以後，只訓練了2次。好，接下來是今天的特別節目。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一位馬格內斯·阿克利烏什，來自大巴黎。那麼今天老 K 把10位球員介紹完了，再來說關於邊前衛各種角色一些有趣的知識。那麼阿克利烏什，他的角色屬於內收型邊前衛加邊路組織核心加混合型邊前衛。先說明一點，阿克利烏什並不是最純粹的邊前衛，他可以踢右邊前衛，也可以踢右邊鋒，還可以踢前腰或者右側8號位和10號位的混合體。現在大巴黎官方將他直接注冊和介紹為中場球員，而他的特點恰恰不是傳統爆破型的邊鋒，而是利用左腳在右側拿球，然後進入內部空間找傳球路線，與中場形成小組配合。巴黎隊在8月6日剛剛從摩納哥簽下他，合同到2031年，轉會費據法國媒體估計約5000萬歐元。過去在摩納哥，他曾經139場比賽，23個進球。為什麼老 K 把他排第一？因為如果我們着眼於2027年的金球獎，他突然獲得了最重要的東西，也就是大巴黎的平台。前面站着鄧貝萊，還有 K77 杜埃。如果阿克利烏什能夠真正搶到主力，而不是成為輪換球員，他馬上就能擁有天然的優勢。法甲奪冠熱門加歐冠冠軍熱門加法國國家隊加巴黎本土球員。而關於他，這個巴黎隊自己家門口的孩子，卻是摩納哥培養出來的。阿克利烏什出生在巴黎東北部的特朗布萊昂法蘭西，小時候效力過著名的巴黎地區的人才工廠土耳其體育聯合會。但2017年他離開巴黎地區前往摩納哥青訓，後來一步一步從摩納哥青年隊進入一線隊，然後是法國國奧隊、法國國家隊。今年大巴黎又花了5000萬歐元，將這個從巴黎家門口走出去的孩子重新又買回來。而且現在他已經有了24年巴黎奧運會銀牌，又進入了26年法國世界杯陣容。他曾經在法國 U21 和国奧隊效力的時候，接受過傳奇法國巨星迪埃里·亨利的指導。兩人在巴黎奧運會上攜手奪得銀牌。亨利对他極具靈性的踢法讚賞有加。今年夏天，阿克利烏什是在電視上觀看法國國家隊大名單直播，才驚喜地發現自己首次得到了成年國家隊的徵召。亨利也在第一時間給他打去了祝賀電話。而這個球員從他青訓時開始，在場上就有着極其好的視野和無私的球風。比起自己破門得分，他更享受用精妙的最後一傳來幫助隊友完成進球的快感，所以他的最後一傳轉化率極高。雖然他的父母來自阿爾及利亞，本人也擁有雙重國籍，但他從小深耕於法國各級青年梯隊，所以認為自己順理成章應該選擇代表法國國家隊出戰。
他在場上的球風靈動飄逸，敢於過人，但私下在場外，他的性格極其安靜害羞。在摩納哥的教練就曾經直言，阿克利烏什永遠不會成為那種在場上大吼大叫的領袖，他是一個完全靠腳下技術和球商引領着球隊的技術流核心。在成名之前，4年前的土倫杯，阿克利烏什就大放異彩，一個人貢獻了4個球3個助攻，不僅幫助法國 U20 奪冠，還榮膺賽事銅球獎，也就是第3最佳球員。他的金球獎潛力4星半，邊前衛純度3星半。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2位亞歷克斯·巴埃納，這是來自馬德里競技的西班牙球員。這位實際上老 K 個人認為是最標準最值得講的現代邊前衛。他的角色是邊路組織核心加窄邊前衛加進攻型邊前衛。西蒙尼的442體系非常適合巴埃納，名義上他是左邊前衛，但拿球以後他不會一直貼邊，而是進入左邊的內部空間，在這裡他可以直塞傳中，或者定位球，或者最後一傳，或者做禁區前的配合。這和年輕時期的科克還有阿爾達圖蘭在西蒙尼體系中使用的邏輯就很接近。巴埃納本人也說，他最舒服的區域其實是靠近禁區的攻擊型中場附近。巴埃納出生在阿爾梅利亞的羅克塔斯德馬爾，11歲他被比利亞雷亞爾看中，這聽起來應該是一個夢想成真的故事，但實際上完全不是。他後來回憶在去比利亞雷亞爾的汽車上，他跟媽媽2個人都一直在哭，因為一個11歲的小孩要離開媽媽，離開兄弟姐妹朋友，離開家鄉。去到青訓基地之後，晚上尤其難熬，他一次又一次的想家。而關於他在2023年和皇馬的比賽之後，他跟巴爾韋德發生嚴重的衝突，但無論在球場上如何拼搶兇狠，個性十足，在內心深處一直有溫柔的媽媽在支持他。他自己身上最早的紋身就是和母親共同完成的。每次獲得全場最佳球員的獎杯或者紀念品，總會讓媽媽帶回在阿爾梅利亞的老家妥善保管。這是個在場上總是充滿着韌勁兒、不服輸，甚至帶着點難以馴服的銳氣。可場下，巴埃納在生活中十分簡樸幽默，喜歡打高爾夫球來尋找平靜。由於和巴爾韋德過去的衝突，他自己和家人曾經遭受了大量的攻擊和威脅，甚至產生過離開職業足球的想法。後來他開始接受心理上的幫助，慢慢從事件中走了出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反而非常漂亮，歐洲杯拿到冠軍，2024年奧運會金牌，加盟馬德里競技，今年世界杯又成為西班牙隊的重要成員。但一直到現在，巴埃納都非常戀家。2025年離開比利亞雷亞爾的時候，他有許多去海外的選擇，但他非常明確地傾向於馬德里競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想離家人太遠。他的哥哥米凱爾在他租借到赫羅納期間，曾經陪他一起生活，後來去馬德里也繼續陪伴他。所以這個場上脾氣非常火爆的人，場下確實又安靜又害羞，非常依賴家庭。現在的他缺的不是創造力，而是個人數據和馬德里競技的冠軍。如果新賽季巴埃納能夠做到10球左右和15個助攻左右，同時馬競能拿下西甲冠軍或者殺進歐冠決賽，他可能突然成為西班牙足球最受關注的中場之一。巴埃納金球潛力4顆星，位置純度5顆星。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3位朱里亞諾·西蒙尼，小西蒙尼，這是在馬競的阿根廷球員，他的角色是拉邊型的 B2B 全能中場，加上防守壓迫型的邊前衛，加上邊路逼搶者。如果說巴埃納是技術型的邊前衛，朱里亞諾·西蒙尼則是瘋跑型的邊前衛。主教練西蒙尼非常喜歡442，那麼小西蒙尼可以成為右邊前衛，有球的時候往前衝，沒有球立刻回撤，對方邊後衛拿球就立刻壓迫。上賽季西甲他31場貢獻4個球6個助攻，更恐怖的是還有111次奪回球權。在歐冠馬競15場比賽他常常首發，這種數據足以說明他的作用。而關於他和作為主教練的父親，其實老西蒙尼一直特別怕別人說他偏袒自己兒子。朱里亞諾16歲離開河床體系前往馬競，但父親沒有直接讓他進一隊，而是先從青年隊、預備隊，再租借到薩拉戈薩，再租借到阿拉維斯，你自己去證明自己。老西蒙尼一直刻意保持和兒子職業上的距離，不希望兒子因為姓西蒙尼就獲得不應該得到的機會。然後在租借到阿拉維斯期間，小西蒙尼遭遇嚴重的腳踝傷勢。對於年輕人來說，這種傷病幾乎可以毀掉整個職業生涯。結果回來後，他反而硬生生踢成馬競的主力。原本他更接近於前鋒，後來逐漸改造成了邊鋒和邊中場。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無球衝刺和插入禁區的能力比普通邊前衛強很多。另外，現在鬧着要走的小蜘蛛阿爾瓦雷斯，2年前在巴黎奧運會期間，正是小西蒙尼充當了马竞的说客。當時馬競已經在追逐小蜘蛛，而不僅老西蒙尼自己在游說，還有小西蒙尼，他就一直待在阿爾瓦雷斯在奧運會期間的旁邊。後來勸的小蜘蛛實在快受不了了，所以這件事情他也是功不可沒。現在小西蒙尼是個老 K 非常喜歡的球員，他的身体、他的速度、跑动、比賽的强度，足以在豪門坐穩主力位置。就只差一个數據，只要能把4球6助攻變成10個進球10個助攻，他在金球獎的排名會暴漲。小西蒙尼金球潛力3星半，位置純度5顆星。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4位李剛仁，來自馬競的韓國球員，這也是今年夏窗轉會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筆。李剛仁到了馬競，合同已經簽到2031年，而他現在已經隨大巴黎連續拿到了2屆歐冠冠軍。他的角色是內收型邊前衛加邊路組織核心加窄邊前衛，他是左腳將，但習慣於在右路踢逆足的角色。比賽中他會內切進入右側內部空間，找直塞球的機會，或者遠射，或者制造任意球，或者制造定位球。而防守階段則落回西蒙尼442的中場線，他不是傳統意義上一直站在高位的邊鋒，作為邊前衛，他需要內收到中央，同時保護身後的邊後衛。而關於李剛仁，冷知識啊，他6歲的時候，2007年老 K 就已經知道他了。當時6歲的李剛仁參加韓國足球真人秀，節目上讓一群小孩子踢足球，當時李剛仁的技術就明顯高出其他的孩子，國際足聯甚至專門為他做過專題，所以他是從真人秀的兒童明星到真正的足球神童。之後一路去了西班牙試訓，進入瓦倫西亞青訓。許多職業球員成名以後才開始上電視，而李剛仁先在電視上出名，然後才成為職業球員。現在他接過了格列茲曼留下象徵意義很強的7號球衣，也許馬競特別適合他。純邊鋒需要爆發力和速度，李剛仁不是那種人，但是在窄邊前衛這個位置恰好可以放大他的優點，他的控球、左腳技術、視野、內部空間的傳球能力，還有定位球。如果成為穩定的首發，這可能是他職業生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次。李剛仁金球潛力3星半，位置純度4星半。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5位貝爾納多·席爾瓦，這是皇馬的葡萄牙名將。不過關於他在場上的位置還不確定。最近季前賽，主教練穆里尼奧有時甚至讓他踢雙後腰，但是當皇馬切換到442的時候，他被移到左邊，反而明顯更加活躍。所以新賽季如果他大量出現在中場邊路，他就是非常標準的邊路組織核心加窄邊前衛加自由組織核心。今年皇馬免簽了貝爾納多·席爾瓦，合同期2年。此前他為曼城出場460次，贏得過6次英超和歐冠。比席爾瓦的成長故事很有意思，他大約6歲就被本菲卡發現，可問題來了，訓練基地離家很遠，而且費用和生活安排讓父母覺得一個6歲的孩子太小。於是接下來貝爾納多·席爾瓦纏着家裡人整整差不多快1年，他就是要去本菲卡踢球，最終父母才答應。但去到青訓以後也沒有一路開掛，大約15、16歲，甚至因為身體矮小踢不上比賽，差點被淘汰。青訓的競爭實在太激烈，那一階段的貝爾納多·席爾瓦一度對自己產生過很大的懷疑，但最終逆襲成功，最後成為曼城瓜迪奧拉最信任的戰術萬金油之一啊。比席爾瓦只排第5，不是因為水平不夠，而是2個問題：第一，年齡32歲；第二，穆里尼奧到底讓他踢哪個位置？但如果皇馬固定442，讓他成為邊路的自由組織邊前衛，那麼新賽季皇馬只要拿到歐冠冠軍，他仍然有可能衝擊一次金球獎前10。比席爾瓦金球潛力3星半，位置純度3顆星。新賽季10大邊前衛第6位韋斯頓·麥肯尼，這是來自尤文圖斯的美國球員，他的角色是拉邊 B2B 全能中場加邊路逼搶者加窄邊前衛，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球員。麥肯尼過去什麼位置都踢過，後腰、中前衛、右邊前衛、邊翼衛、前腰，甚至踢過中鋒。但當斯帕萊蒂接手尤文圖斯後，有一段時間最喜歡把他放在右側的邊前衛，防守時組成442中場，拿球後迅速內收到中路，甚至變成第2前鋒。上賽季他交出了9個進球、8個助攻的成績單，而且從2026年成功續約到2030年。這是個非常美國化的美國球員，他小時候差點走了美式足球道路。
但麥肯尼的父親是美國軍人，因為父親駐紮在德國，一家人在德國生活了大約3年。一個美國小孩到了德國之後，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歐洲足球文化，6歲加入了當地的足球俱樂部，也就是在那裡他開始愛上足球。3年前，麥肯尼被租去了利茲聯隊，表現也不理想，利茲聯也降級了。然後他回到尤文，當時的尤文图斯幾乎默認這個球員我們不會再用了。麥肯尼回到尤文的訓練基地，發現自己的儲物櫃都被清空了，連停車位都已經給了別人，意思已經表達得非常明顯，兄弟，你最好趕緊找下家吧。可結果呢，他沒有走，重新加入競爭，一次又一次被新的教練使用，最後變成斯帕萊蒂麾下的重要球員，並在2026年拿到一份到2030年的新合同。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他是美國男足的主力中場，表現勞苦功高，出戰了全部5場比賽，其中4場首發，傳球成功率達到 80%， 並且創造了7次關鍵性機會，還有9次解圍，是美國隊中場攻防轉換的重要樞紐。他現在並不是尤文圖斯的第一球星，但如果尤文能拿到意甲冠軍，並且麥肯尼能再次做到15加以上的直接參與進球，這會吸引到很多目光。麥肯尼進球潛力3顆星，位置純度4顆星。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7位傑米·勒韋林，來自斯圖加特的德國球員，這是名單中許多觀眾最陌生的人。上賽季在德甲32場比賽，他7個進球9個助攻，幫助斯圖加特取得第4名，並獲得歐冠資格。他的角色傳統邊前衛加拉邊型 B2B 全能中場加直線衝擊型的邊路快馬。勒維林的風格沒有那麼複雜，他就是靠速度、衝刺、縱向推進、傳中或者後插上。他屬於比較傳統直接的德國式邊路球員，而過去勒維林的背景讓他理論上可以和許多國家產生聯繫，可以選擇加入德國、加納或者法國。6年前加納國家隊曾經徵召過他，但最終他沒有代表加納出場。然後等了4年，2024年德國隊終於向他發出召喚，第一次首發對手是荷蘭。比賽剛開始沒多久，勒維林當時就進球了，結果卻因為越位而取消。正常情況下，年輕人第一次國家隊首發被取消進球，可能心態已經炸了。結果第64分鐘，他再進一個，這次有效，德國隊1比0戰勝荷蘭，就是靠這個國家隊新人第一次首發的進球拿下比賽。他的年齡很合適，數據正在上漲，現在又進入德國國家隊，並且新賽季第一次可以用歐冠舞台證明自己的能力。如果26到27斯圖加特在歐冠能制造黑馬故事，勒維林的曝光度會突然增加。勒維林進球潛力2星半，位置純度4星半。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8位亞歷克西斯·薩勒馬克爾斯，這是 AC 米蘭的比利時球員。如果我們要討論什麼樣的球員最像現代邊前衛，他甚至可以進前3。他的角色是傳統邊前衛加防守壓迫型邊前衛加混合型邊前衛，他什麼都能幹，傳中、壓迫、回防、帶球、內切、補邊後衛的位置，甚至直接可以踢邊翼位。上賽季他貢獻了3個進球3個助攻。過去 AC 米蘭曾經連續2次把他送走，租借到博洛尼亞，又租借給羅馬，但對方都沒有選擇買斷。結果薩勒馬克爾斯又一次回到米蘭，然後靠着自己戰術的適應性、跑動、態度以及能踢多個位置的特色，重新獲得機會。最終發生一個非常反轉的結果， AC 米蘭給他續約到了2031年。不過如果新賽季米蘭讓他最終固定成為邊翼位，那麼咱們榜單關於他就得調整。薩勒馬克爾斯進球潛力2星半，位置純度4顆星，但取決於新賽季球隊的陣型。OK， 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9名久保建英，這是皇家社會的日本球員，同樣屬於邊界球員，有時候往往作為右邊鋒使用，但是在更低的站位體系裡，他的角色完全可以變成內收型邊前衛加邊路組織核心，尤其是當球隊需要他回來接球，而不是一直站在高位的時候。上賽季是他加盟皇家社會以後比較困難的一年，受到了傷病影響，世界杯開局又遭遇到膝蓋問題，但截止現在他已經重新開始訓練和備戰，季前賽已經有積極表現。久保建英的履歷也很傳奇，10歲就加入巴塞羅那，進入拉瑪西亞，但因為國際足聯關於未成年國際球員注冊的問題，最終被處罰，不得不離開西班牙回到日本。15歲他已經在日本職業足球創造歷史紀錄，18歲皇家馬德里將他簽下，但出場次數為0，
接下來不斷租借到馬略卡、比利亞雷亞爾、赫塔費，再回到馬略卡。22年乾脆去了皇家社會。久保建英要想競爭金球獎名單，除非他能拿到15個以上進球、10個以上的助攻，而且皇家社會要成為歐戰賽事的黑馬，或者通過轉會市場，他未來重新進入到超級豪門。久保建英金球潛力2星半，位置純度3顆星。好，新賽季10大邊前衛預測第10位，文琴佐·格里弗，這是德甲弗萊堡隊的意大利球員，也是老 K 專門留給真正的傳統邊前衛的一個位置。他的角色邊路組織核心加傳統邊前衛。格里弗經常被安排在左邊前衛，但他的優勢不是依靠恐怖的速度，他的核心武器是右腳和傳中和定位球能力，還有創造力以及控制節奏，所以他是非常典型的邊路組織核心。上賽季他在德甲打進7個球，如今已經成為弗萊堡俱樂部歷史上最重要的射手之一。而冷知識，這是一個在德國出生長大的意大利國腳，他的整個青訓和職業成長基本都在德國足球體系內完成。德語是他的主要語言，但是因為家庭背景，最終選擇代表意大利國家队。而他曾經離開過弗萊堡，去了門興格拉德巴赫，又去了霍芬海姆隊，最後又回到弗萊堡。斷斷續續和這家俱樂部已經相伴超過12年，現在已經33歲的他，最近公開表示，完全能想象自己最終在弗萊堡結束職業球員的生涯。所以這樣的故事，現代足壇已經越來越少見，不是去皇馬、曼城、大巴黎那樣的豪門，而是找到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球隊。坦白說，格里弗的潛力不大，但他比其他球員更能幫助觀眾理解邊前衛這個過去的角色到底是怎麼樣的。文琴佐·格里弗金球潛力1星半，位置純度5顆星。那麼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系列位置上邊前衛的定義，主要是處在中場線兩側，而不是前鋒線兩側。邊鋒通常站位更高，主要任務是1對1、突破、射門和最後一傳，而邊前衛站位更低，他們需要同時負責推進加接應加回防加保護邊後衛加內收中場加進攻。而邊翼位呢，通常又出現在3中衛5後衛的體系，身後沒有傳統的邊後衛，所以必須一個人負責整條邊路。於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畫面就是4-4-2陣型，左右2個最外側的人就是典型的邊前衛。現代邊前衛大概可以分為6類。傳統邊前衛，它的特點拉寬、傳中和回防。第二種邊路組織核心的特點是從邊路向中路進行組織。第三種內收型邊前衛，這是逆足球員從邊路進入到內部空間。第四種窄邊前衛，名義上在邊路，實際上大量內收到中場中路。第五種拉邊型 B2B 全能中場，這種特點是上下往返、逼搶和搶第二點的能力。第六種防守壓迫型邊前衛，特點是保護自己邊後衛並進行逼搶，並且在攻防轉換的時候表現出色。另外還有一種越來越重要，就是混合型邊前衛。這種在比賽裡面防守時可能是右邊前衛，進攻時變成右邊鋒，組織梳理的時候又變成在右側的8號位。目前大量球員基本屬於這種混合型邊前衛的類型。好了，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和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